迪丽热巴人鱼公主写真美爆了，异域风情犹如神女降临。2026年央视春晚上，迪丽热巴在以人鱼公主造型演绎水下舞蹈力上游，她自己也发出人鱼公主性感写真，引爆全网的热议。迪丽热巴工作室在微博写道：春水初生，光影成诗。Dear 迪丽热巴一身流光溢彩，似是春江里跃出的那一抹灵动。波光潋滟处，心碎正踏光而来。双引号，她身着蓝色流光渐变珠光长裙，搭配湿发波浪发髻和蓝色眼妆，灵感源于深海人鱼。整体设计突出波光粼粼的视觉效果，被网友称为刚出水的美人鱼。迪丽热巴的人鱼公主写真确实美到让人窒息，犹如神女降临。她异域风情与灵动气质的结合，五官精致是雕刻，小蛮腰纤细，身材曼妙多姿，犹如童话里游出的真人版人鱼。网友高度大赞迪丽热巴的造型，很多粉丝高呼海洋女神现身，多年不看春晚，今年为迪丽热巴破例。人鱼公主封神现场，她不是在表演童话，而是在统治春晚舞台。如果我问你，为什么一条蓝色长裙能让整个网络一夜之间沸腾？为什么多年不看春晚的人，今年却破例守在电视前？答案只有一个名字：迪丽热巴。在2026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，她以人鱼公主造型完成水下舞蹈力上游。但那一刻，她带来的不是简单的视觉惊艳，而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舞台统治感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太美了，可问题是，娱乐圈从不缺美人，那她为什么能封神？这不是童话人鱼，而是神话降临。先说造型，蓝色流光渐变珠光长裙，在灯光下像水面被风掀起的波纹，湿发波浪发髻贴着颈线，营造出刚出水的真实感。蓝色冷条眼妆让深邃五官在高清镜头下更加立体。很多女明星穿人鱼造型会偏向甜美童话风，但她不是，她呈现出来的是成熟、克制、带力量感的海洋女神，不是等待被拯救的小美人鱼，而是掌控深海的存在。那种冷艳与灵动并存的气场，让舞台不再只是舞台，而像一场神话仪式。镜头扫过时，你几乎能感受到那种视觉压迫，不是浮夸，而是高级。异域古香加海洋主题等于视觉胡爆。为什么这个造型换成别人未必有效？答案在于底层美学结构。迪丽热巴的五官属于典型的异域浓颜型，高鼻梁、深眼窝，骨相立体，面部线条分明。这样的结构在蓝色冷光与水感妆造下会被无限放大。高清镜头其实很残酷，骨相不够清晰，很容易显得平。但她的脸在强光下依然有层次，有阴影，有雕刻感。当这种骨相遇到深海人鱼主题时，产生的不是可爱，而是神秘与力量。你会发现，它不是在 cos 人鱼，而是让人相信深海本来就该长这样。这才是视觉统治力。封神还是营销？争议才是流量核心。当然，也有人会说，不过是妆造成功而已。春晚滤镜太强，谁上都好看。双引号。但如果真的谁都可以，为什么热度只集中在他身上？春晚是国家级舞台，曝光量巨大，资源含金量极高，但曝光不等于封神。真正让观众记住的是瞬间记忆点。他这一次的记忆点非常清晰，蓝色人鱼加异域浓颜加水下舞蹈，这是一种强烈的视觉符号。当一个造型可以在社交媒体被大量二创、截图、剪辑传播，它就已经脱离节目片段，成为文化画面，而文化画面才叫封神。这是不是他的颜值巅峰？很多粉丝说这是他近年来最惊艳的一次，但我更愿意说这不是巅峰，而是阶段性释放。因为他真正厉害的地方
不是一次漂亮，而是多次转型。可以是红毯浓颜女王，可以是古装神女，也可以是冷艳人鱼。她的美不再局限于单一风格，而是可被主题塑造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她的脸已经成为一种可被叙事利用的资源。这和单纯漂亮是两个层级。5. 春晚舞台的意义，从流量到国民度。春晚不是普通晚会，它是国民叙事空间。能站上那个舞台，本身就是一种认可。但真正关键的是，观众是否愿意为你停留。今年大量评论欧出现一句话：多年不看春晚，今年为它破例。双引号。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，因为它代表的不是粉丝打 call， 而是跨圈层关注。当一个流量演员开始吸引原本不看综艺、不追星的人群，他的国民度就开始扩展。这一步比单纯上热搜更重要。6. 他赢的不只是造型。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一条蓝色长裙能引爆全网？因为那不是一条裙子，而是一场精确匹配的视觉工程。古香匹配主题，气质匹配灯光，舞台匹配身份。它不是被舞台照亮，而是让舞台因它而完整。有些人适合在镜头里出现，而有些人会让镜头成为历史画面。这一次的人鱼造型或许还谈不上永恒经典，但它已经足够说明一件事：它不再只是流量符号，而是在用视觉语言进入更大的叙事空间。如果说童话里的人鱼最终走向陆地，那么它这一次是从海底走向国民舞台。而真正的封神从来不是被夸好美，而是当观众开始讨论这个舞台是不是因为它才成立。谁给迪丽热巴化的妆？春晚美人鱼直接美晕全网。今年春晚最让人挪不开眼的名场面来了，迪丽热巴一出场，谁给迪丽热巴化的妆瞬间炸上热搜第一，网友集体被美到失语，直呼这是今年春晚最佳舞台。迪丽热巴以美人鱼公主造型亮相，一袭渐变蓝流光鱼尾裙，在水幕光影里仙气飘飘，仿佛从深海里游出来的精灵，每一帧都美到可以直接当壁纸。最绝的是这次的妆容清透干净，温柔减龄，把热巴的五官优势拉满，整个人看起来灵动又少女，直接年轻好几岁，完全是颜值巅峰状态。全网都在疯狂追问到底是哪位神仙化妆师，答案很快揭晓，这款封神人鱼妆出自王亚飞之手。作为热巴的御用化妆师，她太懂怎么放大美貌，清透底妆搭配温柔珠光，眼妆干净不厚重，既贴合人鱼主题，又衬得她温柔灵动，没有一丝冗余感，堪称妆容天花板。节目播出后，弹幕直接被美晕了，太绝了刷屏，大家纷纷表示这才是内娱浓颜系该有的打开方式，造型贴合，妆容适配，舞台绝美，氛围感、精致度、灵动度全部拉满，说是今年春晚最好的节目一点不夸张。粉丝激动到不行，疯狂喊话让这位化妆师焊死这个风格。热巴每次和他合作都能产出神级造型，这次美人鱼更是直接封神，没有夸张浓妆，没有违和造型，简简单单就美得有辨识度，让人越看越上头。从亮相到刷屏，迪丽热巴用一场绝美舞台证明找准风格的她有多惊艳。温柔减龄的妆容，仙气十足的造型，灵动自然的表现，难怪能收割全年龄段好评。第一热搜第一，为什么不是节目，而是妆？今年春晚舞台名场面不少，但真正炸锅的却不是哪段高音，也不是哪场群舞，而是一个问题：谁给迪丽热巴化的妆？双引号。当谁给迪丽热巴化的妆冲上热搜第一时，很多人愣了一下。为什么观众第一反应不是讨论节目本身，而是直奔妆容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一次他赢的不是舞台，而是视觉记忆点。在流量分散的春晚夜晚，能让全网统一口径美晕了，
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力。第二，人鱼公主造型不是华丽，是克制。迪丽热巴以人鱼公主造型登场，一袭渐变蓝流光鱼尾裙，在水幕光影中缓缓亮相。很多人第一眼被惊艳，但真正耐看的是细节。这次的妆容并没有走以往浓艳路线，底妆清透，光泽自然，几乎看不到粉感。眼妆没有厚重的烟熏，而是用珠光微提亮，唇色柔和不抢戏。对于浓颜系来说，这是一次大胆的减法。过去几年，浓颜系女星常常被过度强调立体度和存在感，妆越重越保险。但这次，迪丽热巴选择让五官自己说话，这是一种自信，不是靠堆叠，而是靠留白。第三，浓颜系的正确打开方式。为什么这次会被称为妆容天花板？关键在于分寸。迪丽热巴本身五官深邃，如果妆容再加码，就容易压住灵动感。而王亚飞这次选择减法思维，把重点放在皮肤通透度和眼神光泽上，于是出现了一个效果。她不再是舞台上强势的视觉焦点，而是象征的从水中走出的精灵。浓颜没有消失，只是被柔化，攻击性被转化成灵动感，这才是高级。有些妆容是我很美，而有些妆容是你不自觉被吸引，这依次是后者。第四，这只是美貌吗？还是策略？我们必须冷静问一句：这场封神是偶然，还是精准定位？迪丽热巴近年来一直在寻找更稳定的形象表达，从红毯浓烈明凌风到时尚大片极简高级感，她其实一直在做尝试。而春晚是全年龄层舞台，这里不适合过度锋利，也不适合过度个性，所以温柔减龄的人鱼妆恰好踩中了大众审美。这不是单纯美，而是找对场景。当艺人找到适配度极高的妆容风格，舞台自然会放大他的优势。这是一种审美管理能力。所以热搜问的是谁化的妆，本质其实在问他为什么这次这么对位。第五，是妆封神还是人封神？我们再抛一个问题：如果换一个人穿这条裙子，化同样的妆，会一样炸吗？恐怕未必。妆容只是工具，真正起作用的是脸的承载力与气质的完成度。迪丽热巴身上一直有一种异域与东方融合的气质，这种气质遇到人鱼主题，产生天然匹配，于是观众产生错觉，她不是在演人鱼，而是本来就属于海洋。这种贴合感才是舞台成功的核心。第六，为什么全网会集体失语？春晚舞台从来不缺美人，但能让弹幕统一刷屏太绝了的其实很少。原因在于他这次没有用力。很多舞台为了抢眼会放大表情，加重肢体语言，但他选择的是轻盈自然，收着眼。这种克制让观众产生高级感。当美不需要解释时，才是真正的巅峰状态。第七，从亮相到刷屏，它证明了什么？它证明了一件事：当艺人真正找到自己的风格公式时，舞台只会成为放大器。不是所有造型都会封神，但当风格、妆容、舞台主题三者同时契合时，就会产生记忆级画面。这一次，他没有用浓妆压场，他用分寸赢了审美。第八，结尾金句：有人靠舞台发光，有人让舞台因为他而发光。这场春晚，人们记住的不是鱼尾裙的流光，而是那张被减法成就的脸。如果说过去是浓颜的统治力，那么这一次是克制的胜利。真正的封神从来不是堆砌，而是在最喧闹的夜晚，用最温柔的方式让所有人停下目光。迪丽热巴红衣封神，一抹中国红艳压全场，内娱再无第二人。要说内娱谁能把中国红穿到极致，迪丽热巴绝对是断层 top 级存在。红色是刻在东方审美里的底色，是热烈张扬的象征，是新春佳节最动人的一抹亮色，
而当这份极致红晕撞上热巴的浓颜神颜，便成就了一次又一次的颜值暴击，每一次亮相都美到封神，全网直呼内娱红衣天花板非她莫属。了解热巴的人都知道，她的颜值天生就是配红色，深邃立体的眼窝，高挺的鼻梁，饱满的唇形，搭配流畅大气的轮廓，自带浓颜系独有的惊艳感。这份明艳与红色的张扬明媚完美同频，无需多余修饰，只需一抹红，便能自带高光，轻松碾压全场。不同于旁人穿红色易显俗气、张扬过界，热巴总能精准拿捏红色的尺度，将每种材质、每种款式的红衣穿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情与气场。从红毯高定到新春大片，从舞台造型到日常穿搭，每一套红衣都让人眼前一亮，随手一截就是壁纸级画面。缎面红裙是她的封神款之一，细腻丝滑的面料垂坠感拉满，紧紧贴合曼妙身姿，将腰臀线条勾勒得淋漓尽致。肌肤在缎面红光的映衬下，白得发光，嫩得掐出水，搭配复古大波浪卷发与明艳红唇，一颦一笑皆是风情。低头时的温柔缱绻，抬眼时的气场全开，宛如从复古画报中走出的红玫瑰，热烈夺目，又自带致命吸引力。丝绒材质的红衣则更显她的贵气天成。细腻的丝绒面料自带高级光泽，在光影流转间，每一寸都透着低调奢华，搭配精致的刺绣、利落的剪裁，或是中式盘扣设计，将东方古典美与现代时尚优雅完美融合，端庄大气又不失灵动。站在那里，无需多言，便自带豪门贵女的气场，贵气扑面而来。除了礼服款红衣，热巴的红色舞台装与新春造型同样惊艳。满年春晚舞台上，她的红色舞裙搭配灵动妆造，一舞惊艳全网。红色裙摆随风摇曳，宛如火中精灵，既有少女的灵动俏皮，又有顶流的强大气场。新春大片中，简约的红色针织衫、红色旗袍，或是红色国风造型，喜庆又不俗气，将新春的氛围感拉满，也让更多人看到了红色与东方美人的完美契合。对热巴而言，红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色彩堆砌，而是气质的升华与加持。少女的灵动，女性的妩媚，顶流的气场，还有东方美人的温婉，都被这抹红色完美放大。她穿红色，可甜可酷，可柔可飒，可端庄可张扬，每一种风格都切换自如，每一套造型都美到出圈。纵观内娱，穿红色好看的女星不在少数，但能像迪丽热巴这样将红色穿出灵魂，穿出辨识度，既能驾驭高级礼服的惊艳，又能拿捏日常穿搭的氛围感，还能完美诠释中国红的东方韵味，实属难得。一抹中国红，一身惊艳姿，迪丽热巴用一次又一次的红色造型证明，她就是天生适合红色的人。她与红色是内娱最绝的搭配，是一眼惊艳、万年心动的存在。这样的红衣热巴，谁能不为之倾倒？谁能不被这份东方艳色狠狠圈粉？如果说娱乐圈里有一种颜色最考验女明星的气场，那一定是红色。红色太热烈，太张扬，也太容易失控。穿得好是东方玫瑰，穿不好是用力过猛。正因如此，当迪丽热巴红衣封神这样的标题刷屏时，我们真正该问的，或许不是她有多美，而是为什么偏偏是她能一次次把中国红穿到极致。红色在东方审美里从来都不是普通颜色，它象征喜庆、热烈、力量，也象征女性的明艳与自信。但这种颜色对五官和气质的要求极高，色彩饱和度越强，对面部立体度的冲击越大，稍有不慎就会显得俗气或喧宾夺主。而迪丽热巴本身属于典型的浓颜系长相，深邃的眼窝，高挺的鼻梁，饱满的唇形，加上流畅大气的脸部轮廓，让她在高饱和度色彩面前并不会被吞没，反而能够与之形成强烈对冲。换句话说，不是红色压住她，而是她撑住了红色。很多人会觉得她穿红色好看，
是因为天生适配。但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他如何把这种适配感变成一种稳定的视觉记忆。从红毯高定到新春大片，从舞台造型到日常穿搭，他几乎每一次红衣亮相都在不同材质与风格之间切换，却始终保持辨识度。缎面红裙贴合身形，垂坠感拉满，在灯光下形成柔滑光泽，将曲线勾勒得恰到好处，既不张扬到失去高级感，也不保守到失去存在感。丝绒红衣则更强调质感与厚度，在光影流转中显出低调奢华，与它本身的贵气气质叠加，形成一种豪门千金式的稳重与气场。红色之所以危险，还在于它容易落入审美疲劳。过于频繁使用会让人失去新鲜感，过度强化艳压叙事则容易引发反感。但迪丽热巴在红色表达上并非单一风格反复复制，而是根据场景调整能量输出。在春晚舞台上，红色舞裙随着动作摆动，视觉上像火焰般跃动，强化了节庆氛围。在新春大片中，红色针织衫与旗袍造型则更温柔内敛，强调东方女性的含蓄与韵味。她并没有把红色当作单纯的视觉武器，而是当作气质的放大器。有人说，内娱再无第二人。这样的评价固然带有夸张成分，但它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的形成。当某种颜色与某位艺人产生高度绑定时，那其实是一种长期风格管理的结果。红色并非只出现一次，而是经过多次成功曝光后，逐渐成为它的符号。观众看到红衣，自然联想到它，看到它也会期待红色。这种互相强化的记忆路径，才是真正的封神。当然，也必须理性地看待这种赞誉。娱乐圈里从不缺穿红色好看的女明星，不同脸型与气质都能诠释不同版本的中国红。所谓断层，更多是一种当下舆论情绪的表达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迪丽热巴在红色造型上的稳定发挥，确实减少了翻车风险。她对比例、妆容与服装细节的拿捏，几乎没有明显失误。妆容方面，红唇与底妆的平衡感尤为关键，既呼应整体色调，又避免妆面过重。发型的选择同样服务于整体气场，复古波浪卷强化女人味，利落盘发突出东方端庄，这些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团队长期磨合后的成熟表达。当讨论它与红色的关系时，我们其实也在讨论一种东方女性形象的塑造。红色可以甜，可以飒，可以贵气，也可以张扬，而它几乎都能完成转换。这种多面性让红色不再只是节日限定的符号，而成为气质层次的延伸。它不是简单的穿红色，而是在不同语境中重构红色的意义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当镜头对准那一抹中国红时，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视觉冲击，更是一种审美确认。那是一种熟悉而又惊艳的感觉。熟悉是因为它与红色的高度匹配，惊艳是因为每一次细节都有微妙变化。真正的高级从来不是颜色本身，而是人对颜色的驾驭能力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这场关于红色的讨论，那么也许可以这样说：不是红色让它惊艳，而是它赋予红色灵魂。当一种颜色与一个人达到如此默契的共振，所谓封神也就不再只是夸张修辞，而成为大众审美投票后的自然结果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